来17年来的时候，其实花了真的，因为我们是第一家在摩里西斯当地设厂的轻钢架厂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在这个国家上有做过类似工作的员工。在摩里西斯进出口贸易的路易港区，不缺的是工厂，但唯一做轻钢架的只有一间，还是台湾人独占市场。一开始我没有预期说会把工厂搬来这边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工厂的时候，其实最主要还是外销为主。那时候最主要市场是在南非跟就是非洲这一块。那2016年年初的时候，一开始台湾的钢价就开始大涨。那当然，客人就开始抱怨，就说你如果价格再继续涨上去的话，他们没办法跟我们买，那所以才会让我想把工厂搬到海外来。面临和中国市场竞争，成本飙涨是刘景龙动念搬厂的考量。早在13年前，他白手起家，自己创业，最一开始从事建材五金贸易。当时年纪轻，却已经在想如何从建筑业转型。国际贸易到后面遇到很多的瓶颈，是因为太多的贸易平台都很透明，就变成大家在网络上能够查价或者取得价格管道越来越多元化嘛，那变成以传统的贸易商的生存的利基点来看，会越来越被这些所谓平台侵蚀掉。我想说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，然后让自己跟其他的贸易商有不同的地方。有更大的利基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抢到轻钢架，因为轻钢架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建材。会选择摩里西斯当作外移基地，有它原本想都没想过的优势竞争力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自由港区，那原则上它就是一个 free port， 它就是一个自由港，所以原物料取得完全就是没有太多的限制。那这也是最主要原因，因为我们相对的，我们就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，我们可以去自由去调配，说我要跟台湾采购、跟中国大陆采购，还是跟第三地采购，这边是一个很大弹性的优势。传统的金属加工最大成本就是钢材本身。2017年把厂区挪到摩里西斯，因为在港口经济特区，光进料成本至少省了6到7成。加上看准摩里西斯缺乏制造能力，贸易过度仰赖进口，在这不只能做轻钢架的领头羊，还有地利之便。基本上，摩里西斯它已经加入整个非洲大大小小的所有的 FTA， 就是所谓的关税同盟里面。那我们在这边进口钢材，在我们这边加工完了之后，就符合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原产地的要求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，把我们的生产的产品，然后外销到非洲国家。尤其发展中国家需求量大，外销是主战场，80%销往南非、东非和埃及等等。剩下的2成供应给国内市场也绰绰有余。从代工做起，发展到摩里西斯最大的轻钢架自有品牌。要说能在海外稳固客源，还是因为台湾这块招牌。台湾这个轻钢架行业走得很前面，亚洲第一家做轻钢架的工厂，应该就是在台湾，就第一家专门从事这种大量生产的，就是在台湾。那刚刚也是在我的家乡台南。那他们从很久以前就跟一些国际的大厂就都有合作。那其实这些厂商就知道说，其实台湾生产品质本身就是比较好的。像是中钢的钢条占了货源一大部分，不用费力推广，客户叫货的多寡能直接证明 MIT 的品质。但能撑到现在稳定供货，对刘景龙来说，摩里西斯人的工作特性一度是他的罩门。因为这边社会福利好嘛，所以其实就算他们没有工作的话，他们还是不愁3餐温饱啦。那所以相对的，要教育他们说你要有责任感，这种做事情的态度，其实是花比较多的时间。像是管理员工，就花了快3年时间才有稳定班底。他们很多人会住在北部，住在南部，他可能光搭个公车，他就可能就要花50分钟。那他很有可能早上那一班公车他搭不上，他就不来了，因为他下班公车他来的话一定会迟到。那迟到从外面搭计程车进来，可能就要花他100块、200块卢比的计程车费。那他觉得说，那这样我半天工作就没了啦，他就不来上班了。所以变成我们也一直在调试 ，to make sure there's no ripples on the surface. Yeah. Check the straightness, every time you check, yeah. 我觉得最不习惯是我工作的脚步。
因为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的工作的脚步跟步骤节奏都是非常快速的。那来这边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边就一个很浪漫的海岛性格，所以很多东西它都要花时间。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冲突，因为我可能办一件事情，我就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。沉稳的急迫不是硬点，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。舒适圈外，他在异乡的熔炉里走过7年的成长瓶颈，决心让台产轻钢架继续在非洲市场着力生根。